2年0 6个月前，昆桑开了一个大缸，不知道养啥，在超市买了一只大波龙，把它放缸里。昆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波龙，大钳子比手都大，就叫它铁锤吧。第一天，铁锤就自闭了。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毕竟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拿来一些小鱼小虾喂给铁锤，这小子不但不吃，还用爪子推到一边去。第3天，昆桑给他拿来包好的虾肉，铁锤直接给扔到了一边。好家伙，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呀，那能饮吗？看在铁锤这么贵的份上，自然是能的。昆桑连夜跑到菜市场，给铁锤买来了一些海面条。果然，铁锤开口吃东西了，接着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不管给什么都吃了。5个月后的一天，铁锤突然又不吃东西了。昆桑观察了1周，他什么都不吃。龙虾在蜕壳之前都会停止进食，看来铁锤要蜕壳了，他又要长大了。昆桑很开心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观察铁锤，发现铁锤一动不动。原来他在蜕壳的时候，身子卡在壳里出不来。龙虾越大，壳就越厚越硬，让它BBQ了。这种情况在龙虾身上经常发生，这让昆桑非常伤心。每天晚上睡觉，嘴角都会不自觉地流出泪水。过了几天，昆桑又在菜市场整了一只小波龙，小小的就叫它小黑吧。想在市场上买到个头小的还真不容易，和小波龙一起买回来的还有一个冷水机。到了炎热的夏天，是养波龙就得用冷水机，保持水温在8到20度之间，超过24度会导致波龙食欲不振。夏天没有冷水机，波龙是养不活的。把水温设置在17、8度，就可以把波龙放进去了，取下枷锁，让小黑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有了上次养波龙的经验，这次等小黑适应1周后，昆桑才打算给他喂食。第一次给小黑拿来的4小鱼，小黑很优雅的就接过去吃了起来。想让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，那就是饿几天，馒头都能吃出龙虾味道来。2个月后，小黑对食物越来越感兴趣，把虾又递到他身边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夹住吃了起来。昆桑觉得想要和小黑真正的做朋友，还得多尝试亲密的接触。好家伙，差点被小黑两肋插刀，还好小黑的个头比较小，如果是大波龙，昆桑就变成10几残废了。为了安抚小黑的情绪，昆桑来到超市买了上好的战斧羊排，作为小黑的营养餐。生活在北美大西洋海岸的小黑可能从来都没尝过羊肉的味道，他会喜欢吃吗？昆桑把一根战斧羊排拿给小黑，在观察了一会儿后，小黑走了过来。情况好像不对劲，小黑夹住羊排并没有吃掉，而是把羊排拿到了一边。啥意思？这是？既然小黑不喜欢，那就再给他一次。好家伙，居然吃起来了！小黑用钳子夹住骨头，手撕羊肉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满足感满满，看起来小黑很会吃的样子。原来波龙也喜欢吃羊肉。1个小时后，小黑还在吃，就算吃饱了也不肯放下这大羊排。昆桑可就担心了，这吃不完的肉会破坏水质，得抓紧拿出来。完犊子，小黑还不让拿了。3个月后，喜欢吃羊肉的小黑BBQ了。错了，是蜕壳了。他顺利的蜕了壳。人和龙虾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呢？昆桑没事就喜欢和小黑互动，和小黑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。半年后，小黑又蜕壳了，不过这次出现了问题，小黑的一只钳子没有拿出来，变成了独臂杨过。昆桑没有把壳取出来，小黑会吃自己的壳来补充钙质，不过这次小黑并没有吃，反而用沙子把壳盖住。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谁能给我个解释？他是想埋起来慢慢吃吗？7天后，小黑还是没吃自己的壳，难道这次蜕壳失败让小黑害怕了？昆桑取出小黑蜕下的壳，已经都快腐烂了，剪开给小黑补补身子。昆桑又给小黑拿来一根战斧羊排，只剩下一个大钳子的小黑倒也没影响吃东西。他是真的喜欢吃羊肉，就连骨头也不想让昆桑带走。失去了一只大钳子，小黑的安全感变得也差了。昆桑想给小黑打造一个躲避屋，用树脂和颜料打造成甜甜圈的形状。1天后，10几个树脂甜甜圈就做好了，打磨掉毛刺粘在一起。
就做成了一个彩虹虾蜈。坏了，这东西好像没粘好，有点变形了。已经这样了，也就凑合用吧。把它放水里，看看小黑会有什么反应。一不小心又暴露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五颜六色的，把小黑吓得都快起飞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慢慢的稳定了情绪，但是他也没竭尽躲避无。直到第二天，昆桑发现小黑住进了躲避屋里，这样他就有了一些安全感。这个虾屋喂起食物来也很方便。好了，本期大波龙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地猪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1年前，昆桑在自家墙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像个树根一样又粗又长。昆桑把它取了下来，长度有20厘米，看起来又像条臭袜子。袜子稍微白点的部分露在地面上，黑色的部分则是埋在地底下的。袜子上粘着很多东西，有枯叶和小石头，都已经包浆了。你以为就这一只袜子吗？那肯定是有2只的。2只袜子的造型非常一致，都是灰白色的。仔细看一下袜子的底部，这里粘着一个神秘的黑色物体。仔细看，上面好像有某种虫子的翅膀。这一片布看起来使用的是纯棉材质。昆桑准备切开袜子，这袜子好像是一个袋子，看看里面装着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外面很脏，里面却很干净，可以很容易的撕开。看来这袜子扔了有段意思。袜子的头上是鼓起来的，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。慢慢的打开，好家伙，原来有只蜘蛛，学名叫地蛛，也叫口袋虫。地口袋还是一种很美味的中药，在树根或者靠墙的地面挖一个口袋状的巢穴，地下部分休息产卵，地上部分狩猎捕食。黑不拉几的就叫它小黑吧，轻轻的碰一下它，就可以看到长而锋利的獠牙，看起来很吓人。打开另外一个袋子，里面也有一只小地蛛，这只个头稍微小一些，把一只小强放在他们制作的口袋外面，轻轻的触碰袋子，小黑感觉到了震动，就会跑出来捕捉猎物。据说小黑还有一个特殊的才艺，如果他的身子被翻过来，或者被某个东西抓住，那么他就会发狂，并自己咬破自己的肚子。BBQ 了，这么可爱，那必须给他养起来。养它只需要一个小鱼缸，底部铺上一些土。到了第二天，小黑蜕壳了，像脱掉了一层衣服一样。在靠近鱼缸缸底的地方，小黑挖了个洞，钻了进去。一只小强不小心粘在网上，小黑会做出什么反应？小黑好像还不饿，小强挣扎着逃出了陷阱。刚出狼窝又入虎，脾气这么大，昆桑就想试试，把他新建的家给拆了，驱除小黑，把他的身子翻过来，用镊子触碰他，他咬住了镊子，好像没有要自杀的样子。再把另外一只也翻过来，这只小黑只是在装死，也没有想不开的迹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可能他觉得生活还很美好。几天后，昆桑抓来几只小强，把小强放在饲养箱里。好家伙，一个黑色的物体出现了，不过太快了，没看清楚。把小强放在刚刚出现东西的地方，有个黑影以很快的速度闪过，让我们换一只小点的小强。很快，小强就被抓住了。原来这是小黑的大门，用土伪装成的大门。小黑关上门的时候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打开小黑的大门看一下，原来里面是一个隧道，小黑正在里面吃饭。再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和小黑一样很黑，不过它不是地猪，它叫土猪。小黑很害羞，他关上了门，在地下生活，洞口有盖，盖子上被泥土覆盖，有的还会长得苔藓，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昆桑还想看看小黑吃东西的样子，可是小黑还不给看了，可能小黑不喜欢太亮的地方。我们再打开大门，这个洞用蛛网加固，里面不会塌陷。在和小黑见第四面，小黑好像生气了，他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。没想到小黑还是个社恐，门又开了，洞里的小黑放松了警惕，转过了身去。这次我们等小黑关上的同时，很快再打开门，小黑终于崩溃了，他发起了攻击。对不起，小黑，这次给你拿来了好吃的，请开门吧。这下整尴尬了，小黑生气了，就算有好吃的也不要了。
一直开门关门，这大门都给整坏了。小黑会怎么办呢？昆桑打算偷偷地观察一下，原来小黑又用泥土和蛛网编织在一起，制作了一个新大门，有窟窿的地方还会在内部缝缝补补。1周后，昆桑又来观察小黑，这新大门做得不错，打开大门问候一下小黑，小黑很快就关上了。快过年了，昆桑给小黑准备了一份礼物，里面都是泡沫塑料，用镊子夹起一块放进小黑家里，然后把门关好。小黑收到了新年礼物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小黑收到了礼物，应该很开心。1分钟后，小黑把礼物扔了出来，原来这是他的回礼。小黑还挺懂礼貌，小黑拿来了礼物，那我们必须再给小黑一份。小黑给扔了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小黑是个爱干净的蜘蛛，平时洞里的垃圾就是这么扔到外面的。这次昆桑找了一个比较圆的泡沫放进小黑的洞里，这个泡沫扔起来比较方便，泡沫放进去有几分钟啊。这次小黑像扔球一样抱着扔了出去，他会尽量把垃圾扔得远一些。那昆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找来一堆泡沫塞进小黑洞里，只放了5、6个就放不下了，门自动关了起来，洞口被堵住，小黑就无法捕猎。不知道小黑在里面会怎么做。3分钟后没有任何动静，10分钟后，是不是因为垃圾太多，小黑已经放弃了？原来小黑正在努力地把垃圾推出来，巢穴的门已经打开了，垃圾太多，小黑只能把它们推出来。一直扔垃圾会产生一种惯性，那么这次昆桑给他一只小强，他会扔出来还是吃掉呢？小黑关上了门，看来小黑还真认出了小强并吃了起来。到了第2天，洞口远处发现了吃剩下的小强。好了，本期蜘蛛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